您能想象吗？家里有急事需用钱，跑到 ATM 机插入一张久未使用的银行卡，屏幕却显示交易被拒绝。换台机器再试，依然不行。柜台查询后被告知，此卡因长期无交易已被冻结，处于只收不付或睡眠户状态，里面的钱暂时取不出来。这可能是孩子的学费或应急金，是自己一笔笔攒下的，怎会突然用不了？请先别慌，这并非银行故意为难。2026年，全球银行业正迎来新一轮监管要求，核心正是清理长期沉睡的账户。如果您手中有多年未用的银行卡、存折，或老人习惯将钱分散存在多个遗忘的折子上，请务必警惕，这些睡着的钱正面临被冻结甚至依法处置的风险。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日益严格的金融管理新常态。我是蔡志玲，欢迎来到健康之道。请您回想，您名下有多少张银行卡？除了常用的工资卡、还款卡，是否有多张卡片多年未动，密码已忘？如果您有这种情况，请在评论区打有，若已清理，请打无。还未关注的朋友，请点击订阅。未来关乎养老金、医疗储备与银行政策的重要信息，我将第一时间在此为您解读，祝您守护好经济血脉，生活更安心。好了，咱们言归正传。首先，咱们得把心放平，搞清楚银行这么做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不是银行缺钱了，想方设法要扣咱们的钱？其实啊，真不是这么回事。银行这么做，最主要的驱动力来自全球范围内越来越严格的金融监管要求，目的是为了打击洗钱，遏制金融犯罪，防范电信诈骗，同时也是为了提升银行系统数据的有效性，降低管理成本。您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次金融系统的大扫除，把那些积了厚厚灰尘、可能藏污纳垢的死角给清理干净。但是这个大扫除一不小心，就可能把咱们普通老百姓遗忘在角落里的辛苦钱也给扫进去了。而且这件事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它的具体名称、法律依据和最终后果差别可大了去了。大家一定要对号入座，仔细听听自己属于哪种情况，这直接关系到咱们的钱能不能安然无恙。首先，我要跟生活在北美的华侨朋友们，特别是住在美国的家人，说一件极其重要、后果可能很严重的事情。在美国，有一个法律概念叫做无人认领财产法，各州具体规定不同，但核心内容相似。如果您的银行账户、股票账户、保险退款等金融资产在特定期限内，这个期限通常是3年到5年，有些州甚至短至3年没有任何主动活动记录。比如您没有存钱取钱，没有转账，没有登录网银操作，而且银行按照存档地址寄出的信件也被退回，无法联系到您，那么根据法律，金融机构必须将这些资产视为无人认领，并上交给您居住地所在州的政府财政部门。这个过程就叫 escapement， 可以理解为财产归州。您没听错，不是银行吞了，是依法交给了州政府。一旦钱进了州政府的国库，虽然法律上您依然是他的主人，还有权利申请要回来，但那个取回流程的复杂程度足以让人望而却步。您需要主动去州政府财政部的无人认领财产官方网站上搜索自己的名字，需要填写一大堆繁杂的英文申请表格，需要提供证据证明您曾是那个账户的持有人以及当时的居住地址，可能还需要进行身份公证。这一整套流程折腾下来，耗时费力，没个大半年甚至更久，钱根本回不到您的口袋。很多华人朋友，尤其是年长的长辈，英语沟通不畅，或者因为搬家没及时更新地址，根本没收到银行的提醒通知，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州政府的无主财产，再也找不回来了。这是埋在很多在美华人家庭财务中的一个大雷区，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其次，跟咱们在台湾的乡亲朋友们聊聊，在台湾，这类账户通常被称为禁止户。好消息是，目前台湾的金融监管机构规定，银行不能随意将禁止户内的存款充公或没收，但是银行有权自账户被认定为禁止户之日起停止计算利息。这意味着，哪怕您户头里静静地躺着100万新台币，只要它进入了静止状态，这100万就真的只是躺在那里，不会再为您生出任何一点利息收入，相当于您的资金停止了增值。更重要的是，
为了防范账户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诈骗或洗钱，银行会主动限制或关闭该账户的绝大部分功能。您会发现，用这张卡在 ATM 机上取不了钱，刷卡消费时会交易失败，网上转账也完全无法操作。要想解除这种封印，必须由账户持有人本人携带身份证、印章等双证件，亲自前往开户行的柜台办理激活手续。如果您本人长期旅居海外，或者因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无法亲自前往银行，那这笔钱就等于被暂时锁死在金融系统里，看得见却用不着，急用时干着急。最后，重点跟咱们中国大陆的家人们说一说，国内目前正在持续深入推进一项非常重要的行动——断卡行动。这项行动的首要目标是严厉打击和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清理整顿长期闲置不用的银行账户，也就是睡眠账户或长期不动户，是其中关键的一环。各大银行都在根据人民银行的要求，加强账户风险管理。那些长时间没有交易且余额较低的账户，极易被银行的风险监测系统自动识别为异常账户或睡眠账户。一旦被系统打上这个标签，您的账户功能就会被限制。常见的状态是只收不付，只能往里存钱，不能往外取钱或转账。严重的甚至是不收不付，完全冻结，进不来也出不去。要想解冻，您必须携带身份证件，亲自去银行网点进行身份重新核实。柜员会详细询问您开户情况、长期不使用的原因。在极端情况下，为了排除出租、出借、出售账户给诈骗分子的嫌疑，银行甚至可能要求您去居住地派出所开具相关证明。这对于不常去银行、怕麻烦或者腿脚不便的老年朋友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体力考验和精神负担。为了解冻账户，可能得在银行、派出所之间来回奔波，苦不堪言。那么，到底什么样的账户最容易撞上枪口，被系统判定为需要冻结或清理的睡眠账户呢？虽然世界各地银行的具体执行标准略有差异，比如时间门槛可能是2年、3年或5年，金额门槛也不同，但有一条通用的核心判断准则，大家一定要牢记在心。这个账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通常是3年或以上，没有发生过任何一笔由账户持有人主动发起的金融交易。什么叫主动交易呢？就是您自己主动操作的存钱、取钱、转账，包括网银、手机、银行转账、刷卡消费等等。银行系统每分每秒都在扫描，如果他发现某个账户连续几年，除了系统自动结息产生的那一点点流水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资金进出记录，他就会给这个账户贴上一个可疑或休眠的标签。另外，这类账户往往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账户余额非常小，比如里面只剩下几块钱、几十块钱，甚至余额为0。银行系统会倾向于认为，这类低余额且长期无交易的账户，要么是客户已经遗忘，要么是账户本身已无存在价值，要么就存在潜在风险，因此会成为首批被纳入清理范围的目标。您可能会说，志玲啊，我那张卡里就剩几十块钱，冻结就冻结吧，反正也没多少，我也不心疼。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里头藏着好几个大坑呢，我给您仔细拆解一下。第一个坑叫做小额账户管理费。虽然现在很多银行取消了借记卡的年费，但对于那些余额低于一定数额，比如300元或500元的账户，部分银行仍然会按季度收取小额账户管理费，每季度扣个3块5块。您想啊，一张被遗忘的卡里如果只剩100块，它自己不会增长，反而每年还要被扣掉10几20块的管理费，扣着扣着，几年下来，余额就被扣成0了。而一旦账户余额为0，并且持续一段时间，例如18个月或更久，仍无交易，银行系统就可能启动自动销户程序，把这张卡给彻底注销掉。这张卡如果就此消失也罢了，怕就怕它曾经绑定过一些业务，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大坑，关联业务中断与征信影响。如果您这张被遗忘的卡曾经绑定过缴纳水电煤气费、电话费，或者绑定过某个保险产品的自动扣款，而您自己早就忘了这回事，把钱都转移到别的卡上了，那么当这张睡眠卡因为余额不足导致扣款失败时，就会造成您的缴费逾期。如果涉及的是贷款还款、信用卡还款或者一些重要的保费缴纳，
这种逾期记录是很有可能被上报到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从而影响您的个人征信记录的。一旦征信有了污点，将来您想贷款买房、买车或者办理其他金融业务时，就会遇到麻烦，利率可能更高，甚至直接被拒。您看，为了一张看似不值钱的卡，惹上可能影响未来大事的征信问题，是不是太不划算了？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就发生在我身边的朋友身上。他父亲王伯伯以前单位发过年费、奖金，用过一张专门的银行卡，后来单位改革，钱都打到工资卡了，这张副卡就收起来了，里面大概还有700-800块钱。前阵子王伯伯住院，忽然想起这张卡，让我朋友去找出来应急，结果在 ATM 上一试，卡被吞了。去银行柜台一问，被告知此卡因超过5年未使用，已转入9旋未取专户，也就是睡眠户管理。要办理取款销户，需要本人身份证、原银行卡，还需要验证开户时预留的手机号。可问题是，那个手机号王伯伯早就不用了，号码都回收重启好几年了。银行说，解决手机号验证问题，需要先去电信运营商那里打证明，或者先办理手机号变更手续。可我朋友拿着王伯伯的身份证跑去营业厅，又因为不是本人办理，且无法提供旧号的服务密码，遇到了障碍。最后来回折腾了3-4天，托了关系，才总算把流程走通，把钱取了出来。王伯伯本来就在生病，为这事着急上火，病情都有些不稳定。您看看，就为了这700-800块钱，让全家老少折腾的人仰马翻，这代价是不是太大了？而且更值得警惕的是，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银行的系统筛查能力越来越强，清理行动也越来越趋向于自动化、批量化。可能在某一个夜晚，银行系统进行一次批量扫描和处理，第二天一早，您手里那些沉睡多年的卡片就集体变成了金融砖头，功能丧失，无法使用。到那时再集中处理，麻烦更是成倍增加。那么，面对2026年即将更加严格的账户管理新规，咱们普通老百姓究竟应该怎么办？怎么才能提前做好准备，守住咱们的每一分钱，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呢？智霖结合各地的政策和银行实际操作，给大家总结了3个最简单、最有效、一听就懂、一学就会的方法。您只要照着做，哪怕您的卡沉睡了10年，也能让它瞬间苏醒过来，重获安全。第一个方法，也是我最推荐、最省时省力的方法，叫做1分钱唤醒法。您啊，现在就找个时间，在家里坐下来，把您所有的银行卡、存折都找出来，摊在桌面上，好好梳理一下，哪些是现在每月都在用的，哪些是可能有用但好久没动的，哪些是彻底没用准备处理的。对于那些您觉得还有保留价值，比如是某个银行的 VIP 卡，关联着某种纪念意义，或者单纯就是想留个备用，但又确实很久没用的卡片，您就拿出您的智能手机，打开您最常用的手机银行 APP 或者微信、支付宝的转账功能，从您常用的活跃的那张主卡里，给这张沉睡卡转一笔钱进去。转多少呢？就转1分钱或者1块钱。对，您没听错，象征性的转1块钱就够了。关键不在于金额，而在于这笔交易行为本身。当银行的系统监测到这张长期静止的卡突然有了一笔哪怕只有1分钱的资金转入，它就会立刻刷新这个账户的最后活动时间。系统会认为，这个账户的持有人还在使用它。这样一来，这个账户的睡眠倒计时就会被重置归零，您就又为自己赢得了至少2-3年的安全缓冲期。这个方法足不出户，动手指，几分钟就能把所有备用卡检查并激活一遍。我建议咱们健康之道的家人们，可以给自己定个财务体检日，比如每年春节前后，或者您生日那天，就把这个操作当成一个仪式，给所有的卡片都发个红包，互相转个1块钱。既做了检查，又图个吉利，确保咱们的财富网络始终是畅通活跃的。第二个方法，适合不太擅长使用手机银行转账的老年朋友，叫做实体交易激活法。如果您或者家里的老人对于手机操作不太熟悉，或者有些卡片根本就没有开通网银功能，那也没关系，咱们有线下的办法。您就拿着这张沉睡的银行卡，去您家附近的便利店、超市，或者任何一个支持银行卡、刷卡或插卡消费的地方，
买一瓶水，买一袋盐，买一包纸巾，总之买一件小商品，在结账的时候特意告诉收银员，我用这张卡付，然后完成刷卡或插卡输入密码的支付流程。只要这次消费交易成功了， POS 机打出了小票，就等于向银行系统发送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此卡在用。同样，您也可以去银行网点的自助存取款机 ATM 上操作，把卡插进去，先存进去100块钱，然后再把这100块钱取出来。这一存一取，虽然钱没变，但产生了2次明确的交易记录，效果比单次消费还要好，足以让账户苏醒。这里要特别注意一点，仅仅是去 ATM 机上查询一下余额，在绝大多数银行系统里是不被算作有效交易的，无法重置睡眠倒计时。最保险的一定是让资金发生实际的进出流动，尤其是对于身在美国的朋友，这一笔小小的消费或存取款是打断州政府财产充公、法律倒计时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可以说是小动作保大钱的关键一步。第3个方法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叫做主动精简归并法。说实话，志玲真心劝咱们大家，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们，咱们管理财富图的是安全、省心、方便，真没必要像开银行一样，手里握着10几张不同的银行卡，卡片太多，密码容易记混，保管起来费神，丢了更是麻烦。咱们完全可以趁着现在思路清晰、行动方便的时候，主动给咱们的财务做一次断舍离和大扫除。您可以专门安排一个时间，带上身份证，去相关的银行网点，把那些确定不再使用，里面余额也很少甚至为零的银行卡，果断地办理销户手续，把钱统统取出来，或者转账归集到一起。我建议一个家庭或者个人保留2到3张功能清晰的银行卡就完全足够了。比如可以设定一张作为日常流动卡，里面放一些生活费、零花钱，用于日常买菜、购物、缴费。这张卡甚至可以关联手机支付，方便使用。另一张作为养老储备卡或家庭储蓄卡，不开通网银或只开通查询功能，专门用来存放短期内不动的积蓄、养老金，办理定期存款或者购买低风险的理财，确保资金安全。这样分类管理清晰明了，自己心里有数，万一将来需要家人帮忙打理，也容易找到头绪。这就好比整理房间，把没用的东西清出去，常用的东西放在顺手的地方，日子过得才清爽，才安心。说到这，而志玲必须用最大的声音，特别提醒大家一件关乎财产安全的天大的事：防诈骗。每当银行有这类清理睡眠账户的公告发出时，也正是各类骗子闻风而动，设计新圈套的高发期。您很可能收到这样的短信：XX 银行尊敬的用户，您的账户因长期未使用已被冻结，请点击以下链接，一个看起来很真的网址进行身份验证并激活，逾期将永久注销。或者接到自称银行客服的电话，以账户冻结为由，索要您的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大家听好了，凡是收到带链接的短信，要求您点击操作账户的，100%是诈骗短信。凡是电话里索要密码和验证码的，100%是骗子。真正的银行绝对不会通过短信链接的方式让您办理账户解冻这么重要的业务。银行的正规做法是通过官方 APP 消息、官网公告或网点张贴告示等形式进行通知。如需解冻，必须由您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和银行卡到任意柜台面对面办理。如果您收到可疑信息，拿不准主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理会，直接挂断，然后亲自拨打银行卡背面印制的官方客服电话进行核实，或者去一趟离家最近的银行网点找大堂经理咨询。咱们攒点养老钱不容易，那是风里来雨里去，省吃俭用留下的保障，千万不能因为一时慌张中了骗子的圈套，让一辈子的心血付诸东流。另外，还有一件需要咱们做儿女的多多费心的事，很多老家的父母，特别是农村的长辈，手里可能还保存着更早的纸质的定期存单或者老式的存折，这些凭证年代久远，纸张容易受潮损坏，而且银行的系统经过多次升级，有些老凭证的格式甚至词条信息在新的读卡设备上可能已经无法识别了。趁着节假日回家看望父母，或者平时通电话的时候，一定要多问一句，主动帮他们清查一下。
如果发现有这类古董级的存款凭证，最好尽快陪同父母去银行，将钱转存到新的银行卡或定期存单上，或者根据他们的意愿进行妥善处理。千万别等到父母年纪更大，行动不便，或者万一意识不清的时候，再去处理这些历史遗留账户，那时可能需要办理复杂的公证、监护人认定等法律手续，难度和成本都会大大增加。咱们做晚辈的，现在多花一点心思，多做一点事情，就是给父母的晚年生活多添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和从容。其实啊，说到底，银行的这些新规就像给金融体系这个大家庭定下的家规，初衷是为了安全。咱们理解了规矩，顺应规矩，就能保护自己。它就好比咱们家里的水龙头，经常拧开用一用，水流就通畅。要是常年宁死不动，里面就可能生锈结构，真到急用时反而打不开了。咱们的银行账户也是这个道理，不需要大额频繁操作，只需要时不时的让它动一动，证明这个户头是有生命的，是受关注的。那么所有的安全机制就都会来保护它，而不是限制它。志霖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核心愿望是，希望健康知道的每一位家人，无论您身处美国、台湾、中国大陆还是世界其他角落，都能看紧自己的钱袋子，守护好来之不易的养老钱和血汗钱，让财富安稳地留在该留的地方，在需要时顺利为我们服务，而不是因疏忽成为银行系统里沉睡的数字，甚至损失。听完讲解，您是否心里更亮堂了？请别只自己明白，将这份关心传递出去，动动手指，把视频转发给家人群、爱人和您牵挂的亲友，提醒他们快检查有没有睡大觉的银行卡，用志霖说的转移快钱方法激活它。您的一次转发可能帮他们避免未来奔波，保住关键时刻能救急的账户。如果您觉得志霖的讲解像及时雨，解答了疑惑或避免了损失，请在评论区打出守护财富，这是对志霖的鼓励，也是您对财富安全的郑重承诺。如果您在打理账户、管理养老金或防范金融诈骗方面还有具体问题，如忘记存折密码、银行卡挂失、为父母设置账户权限等，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志霖会认真阅读每一条留言，收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在后续节目中继续以拉家常的方式详细解答。健康之道，富足身心。我是蔡志霖，让我们不仅关注身体健康，也用知识与智慧守护财务健康，为幸福晚年奠定坚实而从容的双重保障。感谢您的聆听与陪伴，下期再见。